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似乎都患上了一种忙碌焦虑症。我们看着身边的人步履匆匆，看着朋友圈里的加班打卡，看着凌晨3点的城市灯火，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催促：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不然就要被抛下了。但是我想请你此刻稍微停下脚步，问自己一个扎心的问题：你的忙碌真的有价值吗？还是说你只是在用一种低质量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？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也许有点冒犯，但绝对能触动你灵魂深处的话题：穷人时间观。请注意，当我提到穷人这2个字时，我绝没有任何贬低或歧视的意思。这里的穷指的不是你银行卡里的余额，也不是你的职业或阶层，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潜意识里的思维模式。这种思维模式就像一道隐形的枷锁，锁住了无数原本可以飞得更高的人。它让我们陷入一种怪圈，我们明明那么努力，那么节省，那么拼命地想要过好这一生，可结果却往往是越忙越累，越累越穷，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远。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深夜感到迷茫，如果你也曾怀疑过自己的努力为何得不到回报，那么接下来的这番话或许就是为你准备的。让我们先把镜头拉近，看看我们身边，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那些熟悉的让人心疼的场景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？清晨6点的菜市场，天还没亮透，寒风凛冽，你的父母或者隔壁的大爷大妈已经提着布袋子在寒风中排起了长队，他们可能要转2趟公交车，花上2个小时，穿越半个城市，只为了去那个传说中批发价更便宜的农贸市场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那把青菜能便宜5毛钱，为了那斤猪肉能省下2块钱。当你劝他们：爸妈，楼下超市虽然贵一点，但方便啊，这大冷天的别折腾了，他们往往会瞪你一眼，说你不懂过日子，积少成多，懂不懂？这一趟下来能省10几块呢。是的，他们省下了10几块钱，但他们付出的是2个小时的睡眠，是2趟公交的颠簸，是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体，是回家后累得腰酸背痛，需要在沙发上躺半天才能缓过劲来的精力透支。再把镜头转到职场，你的同事小张是个出了名的节俭达人，他的那台笔记本电脑用了7、8年了，开机要5分钟，打开一个文档要卡半天，稍微运行个大点的软件就会死机重启。每次看到他对着黑屏叹气，重新敲打刚才没保存的文件，你都忍不住劝他换一台吧，现在的电脑也不贵，效率能提高多少啊？可小张总是摇摇头，还能用，还能用，换新的又要几千块，太贵了，凑合着吧。于是他每天要在等待电脑响应、重启、恢复文件中，白白浪费掉至少1个小时。这1个小时他本可以用来早点完成工作，回家陪孩子，或者用来学习一项新技能，甚至只是发会儿呆休息一下，但他选择了凑合，用每天的1小时生命去节省那几千块钱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场景，也许就发生在你我身上。周末聚会，为了省下30块钱的打车费，你查了半天地图，决定坐地铁转公交再不行。你告诉自己，正好走路当锻炼了，还能省钱，一举两得。结果呢？你在拥挤的地铁里被挤成照片，在烈日下的公交站等了20分钟，最后走了2公里路到达目的地。当你终于见到朋友时，你已经汗流浃背，妆容花了，精疲力尽。原本期待的欢聚时光，你却只想找个椅子瘫倒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回家后，你更是累得倒头就睡，原本计划好的看书、学习、复盘，统统泡汤。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时间观。它的核心逻辑是，金钱是稀缺的、昂贵的，
必须被紧紧攥在手里的，而时间是廉价的、无限的，可以被随意挥霍的。拥有这种思维的人，在做决策时，脑海里永远只有一个天平，一边是钱，一边是时间。而在他们的天平上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，其重量也远远超过了大量的时间。他们习惯了用时间去换取小钱，习惯了耗费生命去节省开支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会过日子，是在勤俭持家，却殊不知他们正在做一笔这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。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最残酷的真相：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时间没了就是命没了。这种思维模式并非天生，也不是我们愚蠢，它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心理和社会根源。如果我们不能看透这些根源，就永远无法真正走出这个怪圈。一、匮乏感，被眼前利益绑架的大脑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，叫做稀缺心态 （scarcity mindset）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某种资源，比如金钱的匮乏状态时，他的大脑会被这种匮乏感完全占据，就像电脑的内存被一个巨大的后台程序占满了一样。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带宽去思考长远的问题了。对于一个长期缺钱、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，眼前的那张钞票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保障。而时间这个概念太抽象、太虚无了。你说用这2个小时学习，3年后你的收入可能会翻倍，这句话在他听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。他的大脑会立刻反驳：3年后的事谁知道？但我现在省下的这20块钱，马上就能买一顿午饭。这种匮乏感会强行将人的视野压缩在当下这个极小的维度里。我们就像被困在迷宫里的老鼠，只闻得到眼前那块奶酪的香味，却看不见迷宫的出口在哪里。我们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小利，不惜透支未来，放弃了那些真正能带来复利的大事。2、成长环境的思想刚印。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听着吃苦是美德，勤劳致富，新3年就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长大的。父母的谆谆教诲，学校的传统教育，都在不断地给我们灌输一种观念：省钱是光荣的，浪费是可耻的，闲着是罪恶的，忙碌是正确的。这些理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确实是生存的智慧，但在今天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，如果缺乏价值评估的智慧，它们就可能变成禁锢我们思维的枷锁。我们从小只学会了如何省钱，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如何算账。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时间成本，不知道如何评估机会成本，更不知道什么是沉没成本。于是，当我们步入社会，面临选择时，我们会下意识地延续这种惯性。一份兼职给200块，但要占用整个周末干，因为有钱拿。一门课程要花200块，但能学到提升效率的技能，不买，因为要花钱。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凡是能进账的都是好的，凡是需要出账的都是坏的。我们只盯着显性的金钱流动，却对隐性的生命流失视而不见。3、对确定性的病态依赖。用时间换钱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，那就是确定性。我去发传单，1小时20块，这1小时过去，20块钱就到手了。这种反馈是及时的、确定的，让人安心的。而花时间去学习、去思考、去建立人脉、去打磨产品，这些事情的回报是不确定的，甚至是遥遥无期的。你可能努力了1个月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。人类的天性就是厌恶风险，追求确定性。对于那些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，与其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，不如抓住一个稳稳的现在。哪怕这个现在很廉价、很辛苦，但至少它是握在手心里的。所以，我们宁愿选择在流水线上做一颗螺丝钉。
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劳动，也不愿意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我能不能造一台机器来代替我。我们宁愿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赚取那一点点加班费，也不愿意抽出时间来提升自己，去争取那个更高薪的职位。我们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我们用身体的疲劳来麻痹内心的焦虑。我们骗自己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生活不好不能怪我。可残酷的现实是，在这个时代，单纯的体力勤奋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。一直靠出卖最基础的时间赚钱，意味着你永远处于价值链的底端。你没有议价权，没有选择权。一旦行业寒冬来临，一旦你的身体亮起红灯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连用时间硬撑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说到这里，也许你已经感到了一丝寒意。难道我们就注定要被这种思维困住一辈子吗？当然不是。认清问题就是改变的开始。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笼子的栏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那把钥匙，打开它，走出去。这里有4个经过无数人验证的落地性极强的思维转换工具，我希望你能把它们记在心里，并在生活中反复练习。第一步，给你的时间明码标价。很多人之所以随意挥霍时间，是因为在他们心里，时间是免费的。现在，我要请你做一个残酷的计算题。拿出计算器，算算你现在的时薪是多少。假设你年薪12万，一年工作240天，每天8小时，你的时薪等于12万除以左元括号240乘以8右元括号约等于62.5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都至少价值60块钱。以后，当你准备花2个小时去挤公交省10块钱的时候，请你在心里默默算一笔账。我花了2个小时，也就是扔掉了120块钱的价值，去换回了10块钱。这笔生意，我是赚了还是赔了？这只是基于你现在的价值。如果你对未来有野心，你应该按你的目标时薪来计算。假设你的目标是2年后年薪30万，那么你的目标时薪就是150元。从今天起，做任何决定前，都问自己一句：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，配得上150元的时薪吗？我是在像一个时薪150元的精英那样思考，还是在像一个时薪15元的临时工那样混日子？当你开始用目标时薪来衡量一切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以前你觉得划算的事情，其实是巨大的浪费；很多以前你觉得没必要的投入，其实是超值的投资。你会开始心疼你的时间，你会像守财奴守护金币一样，守护你生命中的每一分钟。第二步，从出卖时间到购买时间，这是认知升级的关键一跃。真正的富人思维，不是想方设法把钱留在口袋里，而是想方设法把时间留在生命里。他们明白，钱是可以再生的资源，而时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。用可再生的钱去换取不可再生的时间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划算的交易。所以，请你学会敢于花钱。如果打车能让你多出40分钟的精力充沛的时间，那就别去挤公交。用这40分钟看几页书，写一段代码，或者只是闭目养神，为下一场硬仗储备能量。如果点外卖能让你从琐碎的买菜做饭洗碗中解脱出来，那就别为了省那几块配送费而纠结，把那1个小时用来陪伴家人，或者思考工作中的难题。如果付费软件能让你一键完成繁琐的排版工作，那就别在那儿手动调整格式耗一下午。请记住，我不是在鼓励你铺张浪费，也不是让你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盲目剁手。我是在告诉你，在你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，优先选择那个钱少时间多的方案。你要学会做一个精明的时间买手。你要意识到，当你花钱买服务、买工具、买效率的时候，你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，你买到的是你生命的可能性。
也许就是你花30块钱买回来的那半小时，让你灵光一现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创意。也许就是你花几百块买回来的那门课，帮你打通了职业晋升的瓶颈。敢于花钱买时间，是你从劳碌命走向自由身的第一步。第3步，把时间投向有复利的赛道。有了时间之后，怎么用？这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终极战场。如果你省下来的时间只是用来刷短视频、打游戏、发呆，那你只是从一种浪费跳进了另一种浪费。你要把你的时间像投资资本一样，投向那些有复利效应的事情上。什么是复利？爱因斯坦说它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简单说，就是你做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价值会呈指数级增长。人生中有4类典型的复利资产：一、可迁移的硬技能，写作、演讲、编程、设计、数据分析，这些能力一旦学会，就会长在你的身上，谁也拿不走，并且会随着你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值钱。2、作品与资产，写一篇文章，录一个视频，做一个课程，开发一个小程序，这些东西一旦发布，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为你创造价值，哪怕你在睡觉，他们也在为你打工。3、长期的信任关系，花时间去维护那些真正重要的朋友、导师、合作伙伴，建立深度的人脉链接，这种信任会在关键时刻成为你最强大的杠杆。4、健康的身体，规律的睡眠，坚持的运动，健康的饮食，这是所有复利的基石。如果你在40岁时拥有20岁的体魄，那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每天睡前，请你看着天花板，诚实地问自己，今天过去的24小时里，我有多少时间是消费掉了，又有多少时间是投资了？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一天全被琐事填满，没有1分钟是在为未来添砖加瓦，那你就要警铃大作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做一点微小的改变，把刷抖音的半小时换成读几页专业书，把无效社交的饭局换成一次深度的思考，把周末的赖床换成一次畅快淋漓的跑步。当你的时间开始在这些复利区沉淀，你的人生的雪球才会越滚越大。第4步，从打工者进化为操盘手。最后一个转变是身份认知的转变。无论你现在是在大厂做高管，还是在小公司做前台，请你务必抛弃打工者思维。打工者思维是线性的、被动的，老板给我多少钱，我就干多少活，老板推我一下，我就动一下，我就像一个计算器，按一下出一个数。这种思维注定让你一辈子困在时间换钱的低水平循环里。你要切换成项目思维，或者叫操盘手思维。即使你是一名普通员工，你也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当成一个项目来做，当成自己的作品来打磨。不要只满足于做完，要思考如何做好，如何优化。能不能把这件重复琐碎的事情总结出一套 SOP 标准作业程序，让别人也能快速上手，从而解放你的时间？能不能主动承担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任务，去锻炼自己的统筹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？当你开始用项目思维工作时，你就不再是在出卖时间，你是在利用公司的平台、资源和项目来锻炼你自己的能力，积累你自己的案例，打造你自己的个人品牌。你在公司待的每一天都不只是为了那份工资，更是为了让你自己这个资产增值。哪怕有一天你离开了这家公司，你带走的一身本事、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型、行业内的口碑，这些才是你真正的铁饭碗。文章写到这里，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。有一个年轻人问智者，我的生命值多少钱？智者给他一块石头，让他去市场上卖，但无论别人出多少钱都不要卖。在菜市场，有人出2块钱，在博物馆，有人出2000块，
在古董店，有人出2万块。智者说，你的生命就像这块石头，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菜市场，你就只值2块钱；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古董店，你就价值连城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时间就是这块石头，如果你把它切碎了，廉价的兜售给那些琐碎的柴米油盐，卖给那些无意义的消耗，那你就是在把稀世珍宝当白菜卖。如果你能把它收集起来，精心打磨，投资给成长，投资给未来，投资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，那你就是在为自己铸造一座无价的丰碑。我们总是觉得来日方长，觉得时间还有很多，可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看父母头上的白发，看看孩子长高的个头，你会发现时间真的不等人。你如何度过这一天，就将如何度过这一生。愿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首往事时，能骄傲地说，我没有辜负这段生命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美好的事物上。